加副材料，然后再加调味，这就可以了啊。烹饪老师仔细讲解每一个步骤，孩子们也认真的学习动手做。然后呢，把高丽菜加进去。这堂课是台南安顺国中餐饮技艺教育课程，孩子们正在学习新的菜式料理，子安就是其中之一。对，放下去好。好。来自弱势家庭的子安，1、2年级时曾经是个隐藏在人群中没有学习动力的孩子，但在学校安排一系列的职群介绍中，他对食品职群展现了高度的兴趣。那时候其实他蛮常容易就不小心就是趴在桌上睡觉，然后感觉很没有斗志。老师当然会去鼓励他，但是我后来发现，我们开始有记忆学程以后，他整个人有点改变哦，因为他可能我今天做了一个东西，然后他就会拿来跟老师分享。午餐时间他就坐在我旁边，然后就跟老师说：“老师，我觉得我这个东西没有做得很好，但是呢，下次可以怎样。”他就会分析说，下一次如果怎么做他会更好。然后这时候他就会讲的眉飞色舞，就不是在那种坐着然后趴着睡觉的那一种人。刚开始的时候他是躲在旁边的，那小朋友都是会有一个观察，他会去观察。那后来他发现说，他可以的时候，他就很主动，因为他在我的感觉，他隐藏的内心里面呢，他是想要表现的。那后来的时候呢，我们也陆陆续续的，我就会试着说给他一些机会，果然他就是会很主动的来做表现。透过记忆教育课程，让子安获得了学习成就，也让原本不善表达的子安学会了以沟通代替叛逆。有帮到，真的是有帮到他。你看他在1、2年级的时候，讲起来他的叛逆心比较重，根本都不知道什么。后来他3年级的时候有接到你们的职场的训练之后，他慢慢的就对于人、对于事、对于物的看法，真的跟以前完全不一样，完全的改变。有了兴趣，也激发了学习动力。子安在餐饮方面的学习表现，让他争取到台南市国中技艺竞赛中式面食加工组的选手资格。如果得奖，就有机会透过技艺优良推甄，进入国立学校就读。因为参加得奖可以上国立学校，我们寒假特训练4次，然后因为家里没有材料，要不然就在家练。虽然最后子安并没有得奖，但这次的经验已经让他对未来有了规划蓝图。我理想是在国中毕业后，先去职场工作，然后认识，然后有可能大学会读南台科大、台南科技应用大学。而让子安能有如此转变，最重要的原因是站在教育第一线的老师们的想法也有了改变。而安顺国中也特别重视导师在实现辅导方面的功能。在以前可能会遭受到的阻挡会比较大，他们认为可能不是那么有必要性，可能觉得说小孩子就参加基测嘛，那基测他考上什么就读什么，为什么一定要去高职要去了解呢？那这1、2年这样子推，12年国家这样推，这样配合下来，我们会觉得导师他们变成他很主动，他很积极。甚至呢，他只要看到我们网络上某一个学校有什么那个要去生涯试探营的消息，他们就会打电话来问，然后来询问说有哪些内容啦，那孩子好像还蛮有兴趣的。孩子们的学习成就让老师们改变了教育思维，在校长的支持下，这个只有876位学生的国中，不仅有21个社团、7个社群，也成为台南市生涯发展中心学校。12年国教的这个政策，它最重要的就是适性辅导，因为12年国教里面非常重要的，它必须要让孩子透过学校的协助，甚至是结合那个所谓的参访在地产业能够让孩子他去参访、
去实作，然后透过像比如说有一些家长的职业达人啊，然后来跟我们孩子做分享，然后会让孩子去了解有各行各业有很多接触不同社团的这种机会。那因为这些都跟他们往后，他透过这些东西，他去探索他的兴趣啦，或者是说他的梦想啦，大概我们都很希望是说，透过这些东西，能够让孩子慢慢去找到他的方向。就是在国中这3年的教育阶段呢，那传统的教育大概会自律取向，所以在这一段的很关键的职业试探里面呢，试探的机会变得是被相对剥夺。那我们希望透过有效的广泛的生涯试探，让学生知道目前的就业或者是未来可能的就业的取向或他的兴趣。佩勋，一个能文能武的女孩，学业成绩出色，也是闽南语演讲比赛的常胜军。因为对萨克斯风的热忱，让她选择了安顺国中。因为我从5年级开始，就是从国小就进来我们的乐团，然后练习，然后就是觉得大家在一起，然后一起练习，然后一起成长，感觉很好。然后也是在里面认识很多朋友，然后如果就这样去别的学校的话，是难免会觉得有点可惜。如果我可以选一间自己喜欢的学校，那自己认真去读书的话，我觉得那都是不管是哪一间学校，只要自己愿意努力的话，我觉得都是每一间都是好学校。而这个选择也得到了家长的支持。现在有很多的家长，可能他会比较追求的，就是一些明星学校，或是说去把小朋友塑造成自己想要的那种情形哈。那配选我比较不会，就是还是一直就是以他的能够快乐学习为主。安顺国中平均有1/4学生参加管乐团，2013年还夺得了全国学生音乐比赛室内管乐合奏特优。而经营庞大的乐团，除了家长捐款、学校申请补助，还有老师们的赞助。从成立刚开始的前几年，我们其实还是很缺乏乐器的，都是靠老师捐，就是老师捐。我们的乐团不是以成绩为标的，而我们在让同学加入乐团的时候，也没有任何筛选的动作，所以其实我们的乐团就好像一个很典型的常态班。以孩子的学习兴趣为导向，多样性的探索活动、讲座以及实作课程，让孩子有更多的探索机会，也获得家长的肯定。我觉得很满意啊，不管是说烘焙还是什么哈，还是说社会技能，还是职业上的一些认知，我觉得很赞同这样的。而且我也个人认为，小朋友在这个阶段里面应该多让他接触这一类东西。那我们台南这一区里面有很多很出色的一些企业家，那其实可以让小朋友先去参观一下。从试探中找方向，从学习中找兴趣，也让孩子更能掌握自己的未来。我还蛮喜欢，因为虽然我就是很确定自己是要读高中，但是我觉得至少可以去认识更多职群，就是可以更了解那个职群，不会说只是表面上的知道而已，就是至少我还可以知道这个职群是我不喜欢的。我觉得我应该要兼顾我的课业，然后我希望萨克斯风以后会是我就是可能休闲或者是副业之类的。大学毕业先去找工作，大概40岁吧，开一家店。我想像吴宝春一样去全国比赛。成功的路不再单一，让孩子提早探索未来，才能让他们的下一步走得更精彩。